我是发现了，大儿子永远比不上大肘子。我爸在家想吃肘子，我妈说就俩人吃什么肘子？我看你像肘子。对，跟你们想的一样，我他妈又回来平事来了。我说爸，冰糖肘子没问题，我再送你一盘溜肉段，但是咱能不能商量商量？我知道养儿挺费，但你能不能合理使用啊？那没听说谁在家琢磨怎么在20多岁就使回本的呀？昨天涮锅子剩点东西，直接毁成一锅汆锅底。这东北菜神不神奇？剩的火锅能就大米饭吃。完了，我又在冰箱掏出一条大眼，这俩鱼一起来的，走还让我给分开了。我决定这个菜就叫德美利捞大眼老伴儿。这一大锅红烧肉也快出锅了，这该炖的该捞的都安排好了。这功夫我得玩会这个能领5000的福利手游。你问是啥游戏啊？这不都给你挂左下角了吗？现在测试阶段，新人上线就能领188，再用礼包码加速升级，挂机也能领5000。我弟因为玩这个游戏，现在随身挂仨充电宝，我都怕他给人掏空了。我说。炒了点青菜和米饭，这尖椒护心肉里这么多洋葱，在我家这都是素菜。我看我妈有点不高兴，我说给你安排个活吧。我妈雷的贼来脾气，拦都拦不住啊。我感觉我爸应该是嘴馋，但我妈是真膈应他。来吃香、干杏、红肉、酱饭、煎糊、孬角、雷椒茄、冰枣、青段、川底儿、蒜蒿、孬大瓣。你看看，这都是我爸点的菜，这回知道我奶这口随谁了吧？之后我说爸，你能不能把这大桌撤了，别演我。这么老大个桌子，我今天炒11个菜，放上还显空呢。这我以后要炒8个菜，那只能叫对付一口。你要这么玩火呀，你儿子可能得走在桌子前面。你们小时候吃过果丹皮吧？我奶最近就突然想吃这玩意儿，但是早市和超市都没有卖的。完，我在网上给她买了一箱，她说啥不吃，她就说这种保质期长的都是防腐剂。完，后来这一箱东西也没浪费，我奶都给我爷吃了。完，奶说昨天做梦了，梦着俩菜，一个糖醋排骨，一个肘子包子。完说那梦可真实了，在梦里都闻着香味了。今天要吃不着，那指定是浑身难受啊。但是我说奶，那上礼拜不刚吃完肘子馅包子吗？我奶说你这年轻人净说些没用的，你昨天还喘气了呢，你今天耽误啥了？还做了一个番茄鱼片汤，还有这个尖椒酿虾。这一盘里我放了60块钱虾仁。完吃饭的时候他们说你这肉饼整的不错，气得我高血压都犯了。完做了2个前账菜，一个猪喉酱口的清炖羊排，还有一个嘎嘎鲜亮的香菇虫草花蒸鸡。完了主山家那点甜水让我打成碳酸饮料了。该说不说啊，这纯果汁太浓了，还是大街卖那种勾兑的好喝。早上市场买点青菜，买了点茭白，买了点蒜苔，妈给我兜掏稀碎。完了我奶还不太愿意吃，我奶说吃肉多好，谁吃青菜呀？我说奶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现在菜比肉都贵。我奶说啊，那咱老太太应该吃点荤素搭配的哈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蒜土、果皮、青羊、番禺、糖排、菇鸡、肉豆、椒丝、肘包、煎虾。天冷了，送饭怕凉，给这饭盒裹得比我俩都严实。完，我奶看着豆腐汤，说你爷最愿意吃豆腐，放你爷那边吧。后来发现有鱼片之后，我奶又把勺递过来了啊。你爷愿意吃皮儿啊，给你吃吧。我牙不好，吃点软乎的。来了，大鹅大饼子都来了。我爸现在一打个抖音就是我情谊，完了还说你看人家吃的才叫饭。我说那咱爷俩去看看呢，是他缺爹还是他妈缺儿子？我每次看也直淌哈喇子，给我馋急了谁也拦不住，我他妈也拉回来个大灶。家里这锅真不行了，哪吒大一锅焯不下。倒点青姨他妈的秘制小酱料，这锅就开始炖，拌了一个大拉皮儿，炒了一个毛葱鸡蛋。这3丝爆豆必须得自己在家做，真的，我去过这么多老丈人家，没有一个他妈舍得放这么多土豆丝的。做了一锅椒盐干煸蚕蛹，壳都炸酥了，一咬滋滋冒油。顺手炸了一盘黄儿花儿鱼，捞了一锅1秒脱骨的红烧排骨，还有一锅压碎乎的土豆炖茄子。这些菜其实都够硬了，但是在铁锅炖面前，他们只配叫毛菜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小黄、三豆、边蛹、毛蛋、五米、冬拉、烧排、茄泥、铁鹅饼。真的，我很长时间没因为吃一顿饭这么兴奋的。上一次这么兴奋应该还是在上一次。
我最近迷上了这个外星人电解质水，零糖零卡，快速补充水分，还能补充电解质、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，冰镇一下贼解渴。这个西柚味绝对是 YYDS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大饼子底儿得是糊的，皮儿得有手印，蘸在汤上香。这蚕蛹今天超水平发挥了，我太牛逼了！我比较得意这个茄泥拌饭，他们都愿意吃那大鹅汤拌饭。我告诉你，整个东北你放眼望去，唯一能和泡饭抗衡一下的，它只有泡澡。这锅买了不能就使一回呀！我说爸，下一顿炖啥呀？我爸那意思善待粉丝，他们光能看也吃不着，过过眼瘾也行。我心说他们他妈只想看铁锅炖我弟。真不疼，来了，大包子来了！我爷今天在早市买了2个排骨包子，但是每个包子里就1块排骨，这给我奶气的。他说我爷说你但凡要会包包子，我不带受这个委屈的。我爷说我不会包包都80来年了，你他妈现在老说我这事干啥呀？行了，我包吧。先来一个油焖尖椒和酱扒茄子，再干一锅叉烧肉。我弟说你别整这些没用的呢，那馅儿大点比啥都强。这包子让我俩塞的呀！我说奶，你今天吃完我包子给我写一篇日记，题目就叫一个包里吃出16块排骨是一种什么体验。我奶昨天给我弟喊去了，说你们做饭也挺费的，给你们拿点钱。你们也不能好意思要，给你们买了个大肘子，还买了2根肥肠和一大块猪皮。我弟说明白了，明天我给我哥喊来。我奶说你可千万别这样，别整那么硬啊，我这牙这2天有点疼。我奶还点了个炸刀鱼，但是这炸完鱼的油太腥了，我就在得物买了个嘎嘎漂亮的联名款空气炸锅，好看实用，操作简单，小白也能直接上手。评论区现在有活动，喜欢做菜的朋友赶紧去看看。我本来都要走了，我姑说一听说有包子他们全来了，我就又汆了锅丸子汤。但我说都这么大人了，你们不能自己整点饭吗？那至于上我奶这堵我来吗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排包、焖椒、溜肠、剥丸、扣肘、酱茄、试鸡，这香刀、烧皮儿、叉肉。我这一打开才发现，我们全家今天是吃了个猪的全家桶啊！你看我弟这包子吃的，先把排骨啃了，完了再往里边夹馅儿，这康吃一大口下去，香不香不知道啊，给我奶吃的直着急。我奶说赶紧把这鱼端那边去，把那肘子拿过来点。肘子，大肘子得在我跟前儿啊！我最近特别馋那种可以冷吃的红油千层肚，但是外面卖的据说好多都是拿科技泡发的，吃着也不太放心，所以我去买了400斤刚从屠宰场拿出来的鲜毛肚。我寻看看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有些事儿真是不干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想过收拾毛肚居然是一个这么麻烦的过程。首先也是最致命的，就是这个爹的味儿实在是太鲜亮了。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，但这爹一拿出来我们就破防了。而且要命的是近距离接触时间太长，吸入的答辩分子过多，就直到第2天晚上我出去买饭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跟人说话嘴里还往外飘着答辩味呢，我真是服了我。然后我本来以为给这些爹洗完了就没事了，结果后面的活更麻烦，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物理上把爹洗没了，但要想让这肚完全没有异味，还得起码再洗10几遍。而且因为处理的不及时，好多黑毛肚都开始掉毛了，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掉毛的黑毛肚都搓成白毛肚，然后还得摘肥油、刮底板的皴，再把它们都切成细丝儿。如果这时候肚还有异味，那需要再煮个花椒水给它们泡一下。主要最要命的是现在天热怕坏，我们干了40多个小时，基本没怎么合眼，这强度太致死了。真的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肚洗的干不干净已经不重要了，人没没那就算是烧了高翔了。然后我本来买了10个电火锅，打算涮点毛肚吃，现在累得没心思吃了，都是没用过的，就全挂咸鱼出给大家了。家里还有2个闲置的拍立得，我一起挂上去了。这些都是5块钱一个，大家点评论区链接闲鱼搜狗送就能看到了。记得关注一下我闲鱼号，后续还会上新。你们要是不用的闲置，也可以挂上去赚点钱。然后这些毛肚稍微烫几秒，再迅速过个凉，吃的时候就会很脆了。为了吃的时候能再爽一点，我又配了好多贡菜，但是我们查了3个小时也没整明白这莴苣和贡菜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。最后决定还是眼见为实吧，等有机会去产地连轴做的500斤，估计就啥都明白了。
后来调味的时候，我们先试了好多种配方，然后又在最好吃的那个配方里，根据赌的多少确定了每种调料的黄金配比。也是因为太累了，不想给调料分装了，就都打到一个料包里了。现在每一罐里都是一个料包配上一个赌包，回家只需要给它俩拌匀，就能得到一份麻辣脆爽的红油千层肚。但是因为切的不均匀，这卖相有点一般，不过好吃是真好吃，主要芝麻和贡菜放的多，吃着又脆又香，真的特别爽。而且我还放了点麻油，它现在是越吃越麻，越吃越想吃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吃多了也不行，我有一天晚上吃上头了，连吃了4罐，结果直到第3天，我那俩耳朵震的还嗡嗡的，啥也听不着呢。